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小萌讲故事，让我为大家说个小故事。女状元上集，第一章：穷书生育美才女，这桩姻缘天注定。说起这顺天府啊，有个穷得冒烟的书生，姓什么叫什么，咱就甭管了，大伙儿都管他叫小张。这小子打小就没顺过，家里穷得连耗子都嫌寒碜，赶上年景不好，灾荒一来，一家子只好跟着他老爹，像两根风干的柴火棒，从顺天府一路窜到洛阳，指望能讨口饭吃。小张这人瞧着倒是一表人才，长得周周正正的，嘴皮子也利索，能把死人说活了。写个信儿，那笔字儿龙飞凤舞似的，透着一股子文人的气派。可您猜怎么着？偏偏这脑袋瓜子不怎么灵光，都17、18岁的人了，写出来的文章像小孩子撒尿画圈似的，没个章法。可这小子会来事啊，面上功夫做得足，见人3分笑，谁也瞧不出他那肚子里其实就那么点弯弯绕，装不了多少东西。可惜啊，老天爷就爱跟人开玩笑。没过多久，他老爹老娘先后都撒手去了，撇下小张这么一个光棍儿，孤零零地处在世上。没辙，生活这块石头，没个硬脾气的人是搬不动的。小张只好在洛水边上给人家小孩子当个教书先生，混点饭钱，好歹让这条命能喘口气儿。这村子里还住着一户姓严的人家，他家有个姑娘，那可真是个怪胎。打小就聪明，读书那是一点都不费劲。他爹在世时教他识字儿，这姑娘就能过目不忘，一瞧就印脑子里了。10来岁就能写诗填词，比那些老学究都强。他爹甭提多高兴了，天天跟人显摆，我家这丫头要是个带把的，那还得了，非得状元及第不可。可惜呀，这不是哪儿深这几个字儿，就像是根刺，扎得人心里疼。他爹去了后，他娘接着给他张罗婚事。可这姑娘眼界高，瞧不上有钱的，也看不上长得俊的，这婚事就这么一直耽搁着。后来他娘也去了，就剩下她这么一个大姑娘，守着个空落落的宅子，心里头啊也发愁，不知道这辈子该把谁搁在心窝子里。有这么一天，隔壁的王大婶手里拿着一包纸，从后头的矮墙上探出个脑袋，笑嘻嘻的过来串门。纸包里头裹着绣花线，严姑娘接过来，心里琢磨着，这纸包怎么这么硬实？打开一瞧，嗨，这纸上写着字儿呢，那字写的真叫个漂亮，笔走龙蛇的，像那字帖里的一模一样。严姑娘是个识货的，一眼就看出来，这准是个饱读诗书的先生写的。王大婶眼皮子底下可不含糊，瞧见严姑娘对那张纸爱不释手，心里头就像明镜儿似的。她笑着凑上前，压低了嗓子说：“姑娘，这字儿是我们隔壁那个小张先生写的。那小伙子长得像画里的一样俊，跟你年纪也差不多，没爹没娘的，自个儿过日子。我说啊，你们俩要是能凑一对儿，可不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双吗？”严姑娘一听这话，脸上立马像晚霞似的红了个透。她没搭腔，可那心里头就像给热锅里倒了水似的，滋的一下起了个大动静。王大婶是个好管闲事儿的，一回到家，立马跟自己男人念叨去了。她男人跟小张本来就熟络，听媳妇儿这么一说，二话不说，甩着膀子就去找小张。小张一听，这事儿简直比6月下雪还新鲜。严家姑娘是谁？那是10里8乡出了名的才女，长得像画儿里的美人似的，又能写诗，又能作对，这天大的好事儿，怎么会砸到她这个穷书生的头上？他心里头一个劲儿的打鼓，觉得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甭废话，小张赶紧把自己娘留下的一对金耳环，那是他家里唯一拿得出手的东西了，筛给王大婶，让她赶紧送过去当聘礼。没过几天，俩人就成了亲。洞房花烛夜，小张心里头那美啊，真像喝了蜜水儿似的，浑身上下都冒着甜气儿。他觉得自己这辈子可算是活过来了。可这小子哪儿知道，他这桩天大的好姻缘，其实是一块大石头，正等着他去搬呢。好戏
这才刚刚开场。第2章，夫妻读书各有心，巾帼岂让须眉鲜。俩人儿成亲之后，小日子过得跟蜜里调油似的，甜得能腻出糖来。可您猜怎么着？这蜜月还没过完，麻烦就像个不速之客似的，一脚踹开门进来了。有这么一宿，月亮在窗户纸上头挂着，严氏在灯下低头绣花，小张呢，则是一副老学究的派头，伏在案上写文章。严氏一抬眼，不经意地瞟了一眼，差点没把手里的针给扎进自个儿的手心里去。我的老天爷啊！严氏心里头一阵发凉，这是什么鬼文章啊？跟他那笔好字儿，简直就是天底下最不般配的俩玩意儿。就这玩意儿，要是拿去考场，那不叫落榜，那叫给考官出难题。可严氏是个聪明绝顶的女人，她没当面戳穿丈夫的短促，只是把这事儿偷偷揣进了心窝子里，开始盘算起该怎么收拾这个烂摊子。打从第2天起，严氏就像个女将军似的，开始督战了。每天天刚蒙蒙亮，公鸡都还没打鸣呢，她就先把小张给叫起来读书。晚上吃了饭，点上灯，她自己先坐下，抑扬顿挫地给丈夫念书听，那声音像黄莺出谷似的，比戏文都好听。严氏指着书，那语气是又怜惜又生气。瞧瞧人家这文章，起承转合，有理有据，像个精致的泥人儿似的。你再瞧瞧你写的，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，像个没了瓣的葫芦似的，没个谱儿。考官看了，那不头疼才怪呢。小张被说得脸红到了脖子根儿，支支吾吾地说：“娘子，我这不是正在学吗？”学？你这哪儿叫学啊？严氏扑哧一声笑了，那笑声里头带着点无奈，又带着点戏谑。你这是在跟书本子闹着玩呢？来来来，咱们今儿个从头再来。就这么着，严氏每天晚上都陪着丈夫读书，直到3更半夜。小张开始还觉得挺感动，觉得媳妇对他好。可日子一长，这感动就变成了一块大石头，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了。1年多的光景过去了，小张的文章虽然有了那么点进步，可这文章啊，跟那考试的门槛子还差着一大截呢。连着考了2回，回回都名落孙山。家里头的钱也像那漏了底儿的米袋子似的，眼瞅着就要见底儿了。小2口子饿肚子的时候是越来越多。这天，小张又接到了落榜的信儿，一脚迈进门，就趴在桌上，像个被抽了筋儿的皮猴子似的，嚎啕大哭起来。我这是做了什么孽啊？活了这么些年，连个秀才都考不上。她哭的是鼻涕眼泪一把抓，说出来的话满是悲凉。严氏瞧着丈夫这副窝囊样儿，心里是又心疼又着急，可嘴上还是不饶人，语气里带着一股子恨铁不成钢。你哭什么鼻子？男子汉大丈夫，怎么动不动就掉金豆豆，像个娘们儿？要是让我戴上那顶帽子去考场里走一遭，这功名富贵那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儿。小张听了这话，像个炮仗似的，嘣的一下就炸了，瞪着眼睛，脖子上的青筋都鼓了起来。好你个严氏，你一个娘们家，连考场的门朝哪边开都不知道，在这儿说风凉话。你当那科举考试是跟在家里头煮稀饭似的那么容易吗？有本事你去考一个试试看。严氏倒也不生气，反倒笑了，笑得眼角都弯了。成啊，你甭上火，等下回考试我女扮男装替你去。我要是也像你似的考个名落孙山，我往后啊就再也不敢小看你这个读书人了。小张听的是目瞪口呆，气的是直翻白眼。你可拉倒吧，女扮男装，你脑子里头到底装的是什么稀奇古怪的玩意儿？要是被人给瞧出来了，咱俩可都得掉脑袋。严氏一脸认真地说，我跟你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你不是老说你们老家在燕地吗？咱们就回那儿去。我就说是你那从小被人抱走的弟弟，现在找回来了，谁还能认得出来？小张这回是真愣住了，他看着妻子那副当真的样儿，心里头像被电了一下似的，忽然又有了那么点盼头。你真敢？有什么不敢的？严氏拍了拍胸脯，那语气是又轻松又豪迈。
不就是戴个帽子，换身衣裳吗？又不是让我上那刀山火海去。小张想了半晌，觉得反正是山穷水尽，左右都是死，那就死马当活马医吧。那你就试试看。严氏二话不说，扭头就进了屋。没多大会儿功夫，出来了一个清秀俊俏的少年，那模样是剑眉星目，玉树临风，透着一股子书卷气。小张看的是嘴巴都忘了合上，像个木头桩子似的。我的老天爷，你这不是个美男子吗？严氏在他面前转了个圈，俏皮地眨了眨眼，怎么样？瞧着像不像你那个失散多年的弟弟？像，太像了。小张激动的两只手在胸前直搓，像个老爷们儿似的。娘子，你真是个神仙下凡啊！就这么着，小两口子把家当都收拾了，准备回老家去碰碰运气。村子里的老街坊邻居一听说他们要走，都舍不得，你一块儿我一块儿的给他们凑了些盘缠。可这件事办成男人的事儿，到底是瞒着大伙儿的。俩人一商量，决定第二天打早，天还没亮透，就悄悄地出了门，免得被人瞧见，省得再费口舌解释。小张买了一匹瘦得只剩骨头的马，让弟弟骑着，他自个儿跟在旁边，心里头那滋味儿，可就像打翻了五味瓶似的，高兴、紧张、期待、担心，什么味都有。一路上，严氏骑在马上，那叫一个英姿飒爽，像个小将军似的。小张跟在旁边，心里头一个劲儿地念叨：娘子啊，娘子，这回可就全靠你了。瞧瞧，一个弱女子，要在这男人的天下里头闯出个名堂来，那可比登天还难。这严氏的胆子是够大了，可这本事到底能不能撑得过那刀山火海式的考验？还有小张这小子，看着自个儿媳妇儿去冒这个大险，他心里头又会着出个什么样的选择来？今天这故事啊，就先打住，咱们下回女状元终极再把这事儿给您说个明白。